今天的直男视角，你光听声音应该会以为我在参加润滑液摔跤，很滑，这个很滑吧，很滑。这次我跟大家保证，不是昆虫或排泄物。好吃的骂脏话，干！我确定大叔说的是中文，但你听得懂吗？嗨，各位，猜我现在在哪里？亚特兰提斯都是真的啊！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呢，是一个极度先进的城市，因为贪婪与罪恶呢，最后沉入海。而雅加达呢，也很先进哦。等一下，这支片上的时候应该是暑假对吧？你们暑假要出国对不对？这是出国听我的，别再盲目的买网络吃到饱了，好吗？用 C 里试试看吧。在台湾呢，大家都已经习惯吃到饱的服务，但吃到饱的服务啊，本质上是一种分母概念啊。所以其实你只要不是科技阿仔啊，你没有去改任何 App 的设定，其实它在使用流量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变成低数据模式。像我这样出国10天的拍摄，每天都在车上看1到2个小时的 YouTube，10天下来也不过就是10个 G 多一点而已。除非你跟我一样中毒很深，硬要把它开到4K， 不然其实啊，你都只是在当大流量者的分母而已啊。大部分使用小流量的普通人啊，其实都是用多少买多少最划算 ，OK？ 更不用说它有全中文的防笨界面，让你需要克服的几率啊变得超级低。真香！哎呀，这类的服务应该覆盖了所有你可能会去的国家。就算去中国，也不用 VPN， 直接就可以使用墙外网路。你今天就算要去辛巴威啊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次就使用我的优惠码 CIANGLE， 快点击资讯栏连结 CNE.com/CIANGO， 无论你前往哪一国，都可以立即享有85折优惠哦。好的，没错，我现在就在雅加达。那这边的人口其实超过3300万，它在5年呢，它就会超过东京，成为这个亚洲第1大的城市。但是雅加达呢，有个巨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它将在2050年沉入海底。雅加达这个即将成为世界第1大的超巨大城市，其实建在一块松软像蛋糕一样的冲积扇上面。随着近几10年来高楼越盖越多，加上因为没有足够的自来水可使用，不只是平房，甚至连高楼建物呢都疯狂的超抽地下水，所以这块提拉米苏呢已经无法承受更多了。专家推测，依照目前的速度，雅加达的北部区块将在10年内沉入海底。各位要知道，光是一个北雅加达居民就高达数百万。这是什么战争纪念碑吗？它有越南同款斗笠耶。像今天这种拍摄空档日，当然要拿来体验当地人民的生活啊！我最喜欢去哪里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呢？市场咯。哎呦，跟台湾有像哦，欧多拜可以直接骑进市场里面哦。我这是为了来印尼，因为他们说印尼很容易下雨啊，我还特别买了防水鞋。但是因为呢，他没有给业配，所以我就不说是谁了。要不要给我们业配啊？啊？有绿色的莲雾哎，好吗？谢谢。OK， 谢谢。我的这句谢谢，马上迎来了对面摊位老板的目光。他告诉我，他兄弟也是台湾 bro， 曾经在台湾工作过。How many years? 来台湾2 years。这边如果想看更多的移工在台生活，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哦。我现在知道台中的第1广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。这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啊，东协广场的即视感啊。哇，这跟东协广场一模一样啊！天哪！走了一下午，我的鲔鱼肚好像有点空虚起来了。该找点东西吃了吧？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做这种商务旅行的啊，时间没有很多嘛，我就会去找一个以当地食物为主的 buffet， 我就可以在一餐里面了解当地的食物文化。当然，异国料理也是少不了的啦。这个 Bogor Cafe 可是当地超知名的 buffet 餐厅哦。这碗印尼牛尾汤啊，就是这个餐厅成名的起源。传说中17到18世纪，牛尾汤的做法被来找香料的欧洲人带入印尼，但其实一直没有发扬光大。直到这家 Bogor Cafe 将它列入 buffet 的菜单，才让牛尾汤变成印尼料理界的超级巨星啊！各种香料搭配清爽浓郁的汤头，跟台式炖汤有很大的不同。如果你有来印尼，可以试一试哦。哇，这牛尾炖得很烂哎，有很多没看过的食物哎。什么啊？吃什么？我当脸谱。OK， 甜点，印尼传统煎饼，印尼旅行时必吃的道地小吃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椰子松饼，就椰子松饼，椰子糖浆松饼。下一位，这就是沙朗蛇木。Sarang semut， 蚂蚁巢穴蛋糕，比较黏的澎湖黑糖糕，红威 coklat。Hun kue coklat。他说什么是红威？红威就是一种绿豆粉。
比较偏果冻的巧克力羊羹，地瓜蒸糕，口感是那种菜市场里面卖那种凉糕的口感。对不起你了，蛮地狱的。为了明天的作战，我决定先在京城里采购一些装备。可对观光客来讲，印尼还是蛮不友善的，因为你走在路上，你基本上不会看到任何英文的标语，他们基本上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印尼文。我靠，他们的平交道没有栅栏呢。这里是雅加达当地人如果要捡便宜就会来的市场，通常不会有观光客出现，所以你们一定不会来的，对吧？哇，这个真的好 local， 天哪！在这样只有当地人存在的市场里，突然出现一个我这样肤色淡化的人种，引来了孩子们的好奇。这群孩子不打传说，也没有蛋仔派对，自己手做的风筝就能让他们成群同乐。Your name is? Ethan. Yeah, Ethan. I'm Shaki. Yeah. 妈妈在一旁应该是在跟 Isaac 说：“你英文又不好，还打招呼叫人家过来。”但这个孩子的勇气，也许会在未来改变他的人生，也说不定哦。所以我决定给他一些奖励。We are friends now, so I buy you a drink, okay? 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奖励，但应该可以奠定他孩子王的基础了吧。正在我走遍整个市场都找不到雨鞋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姨用着高于当地水平的英文告诉我，雨鞋这个东西其实在市场里面就有，而她呢可以帮我的忙。You can talk. If you talk, very expensive. Very expensive. Okay, thank you. I have for you, yeah. 好的，顺利买到我们的关键这个战略物资雨鞋了。这里是彭贾林安，也是整个雅加达最早开始下沉的区域。在最严重的10年啊，这里每年下沉了一个台湾男性网友啊，也就是30公分。30年来，这里已经足足下沉了2层楼高。由于我不会印尼文，所以这就是昨天所买雨鞋的新主人了。这是 Gian， 他也是一个 YouTuber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本来自己也有想来？对。然后本来有这个计划，可是我看，因为我已经6年没有来这里了，没有再更新了。好，我现在看过了，外面应该就是那一个当初被淹没的清真寺。墙上的弟弟啊，应该是村里面的孩子王，说是弟弟妹妹发现这里有2个奇怪的华人正在拿着相机到处拍，有疑似入侵的疑虑，所以上前询问我们的来意。幸好我有带当地人能沟通。他刚刚指那边是说水会淹到那里吗？没有，他说晚上就是有那个鬼的名字我写在那边，然后白天就不见了，但是没有这个是这么神，都市传说。他这里本来是只有下面这一层，好不好？然后后来呢，又盖了上面这一层。我接近180公分，所以大概是2.5公尺。这边现在都是拆掉的，已经撤退了，差不多退了大概有100-200公尺。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是大太阳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才会涨潮，所以我们晚上可能会再回来看一下涨潮它会涨到哪里。我nanya Pak, ini dulu katanya bangunan semua ya? Betul. Terus dirobohin gara-gara banjir? Enggak. Oh bukan? Bukan. Ini kan pabrik. Pabrik. Oh. Dulu kan ini pelabuhan. 大叔表示，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是有海滩的，但在2000年代初期呢就消失了。虽然现在地表沉降的速度有所趋缓，但其实就在几年前的一场风暴中，住在围墙边的他们眼睁睁看着海水缓缓地淹过了墙沿，但幸好没有整个溃堤，否则他也不会坐在这边跟我们聊天了。2007年，一场暴风雨导致70%的雅加达被淹，超过42.2万的人无家可归。北面海边的这几个村子啊，更是几乎灭村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政府就像进击的巨人一样，不断的盖围墙。第一道破了，就盖第2道；第2道破了呢，就盖第3道。你们现在画面里面看到的，就是已经倒塌的玛利亚还有罗塞之墙；没倒塌的呢，就是雅加达的希纳之墙喽。其实早在2000年，印尼政府就发现了沉降危机。然而雅加达在2019时只有65%的自来水覆盖率，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城市的基本需求。所以当时的政府是这样说的。各位同胞，请不要担心，我们已经着手控制这情况。5 years later， 各位同胞，经过了5年的控制，我们现在自来水覆盖率已经来到了。会有这样的结果啊，原因是因为虽然5年来自来水覆盖率增加了10万户，但由于这个超级城市扩张的太快，5年来啊增加了30万的居民，导致覆盖率不增反降。也就是说，35%的人呢是这个使用地下水的，也就是打水井啊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他们这个比较传统的生活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水井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我们来这里本来是希望能够找到目前正在使用地下水的画面，但没想到在杂货店的大叔表示，其实在几年前啊，水井里的水就因为河流的污染而越变越脏，目前已无法使用。所以村子里相对富裕的人家跟自来水公司借了一条大水管，并且做起了公共水井，同时也是公共澡堂的生意。所以现况就是因为污染严重，他们再也没办法抽取地下水了，好像也是一种因祸得福，对吧？伊人刚刚说，就是那个阿伯啊，他可能不好意思讲说，他们可能要在这里面洗澡，这洗澡是2000就是大概我们5块钱啊。你看它这里就有干净的水，它的自来水管是只有通到这种公共的公厕。然而，伊人认为更真实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：不干净的水要付钱的，我相信有些比较贫穷的人可能也会选择还是用那个井水，就过滤这样。来雅加达如果没有来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有点算没来过。就是以我们的血统来说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印尼是最多海外华人的国家。不说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印尼华人占印尼总人口的4%，有登记的华人啊数量至少在1500万以上。而台湾人所熟知的马来西亚华人，其实只有700多万哦。有没有开始出现霸固得了？然后因为这里呢，就是他们在1960几年的时候有经历过排华运动啊，就是有些屠杀啊，他们禁止被说中文了，禁止使用中文语言，所以本来这个 Chinatown 的牌坊呢，它是中文的，然后现在呢就变成只能用英文来表示，很滑，这个很滑吧？我以为在迪化街还是高雄的三凤中街呢。然后现在就比较放宽了，所以华人就又开始了，开始又有自己的聚落，又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文化。出国久了以后啊，看到这种有中文的地方，你就会比较安全感。哦，这里有 A&W 哦，那为什么台湾没有？喂，这是咖啡店，那里面卖的东西很酷哎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。它这个沙子感觉超级烫，你看把它放进去之后，我看马上滚起来哎，靠！咖椰吐司，吃看跟马来西亚有什么不一样？外面有涂咸奶油。哦，干，好吃到骂脏话！就是有个奇怪的豆类的酱汁，好吃到飞天呢！这个东西，来小笼包，它的皮闻起来是豆沙包味啊。哦，它的肉比较瘦，是绞肉为主哎。靠背不是肉，花生粉，它是甜的。好，配咖啡。他说当地人会加糖，我只有加糖，我平常是不加糖的。好不好？嘴巴里面的东西不要讲话，我知道。好苦。不过这甜度不会让你就是吃这些另外甜的东西感受到非常爆表啊。印尼人懂哦。大家背景音乐放的是中文歌哎，太冲突了。真的明白有意。这地方很湿，我们去看看，看看有多湿，湿不湿？好，一进来就看到幸福堂，好酷的地方。连跳舞大妈都完全复制吗？外国阿姨团们都加入了。刚我真的有一种，我是不是在迪士尼的中国城影片里面的感觉？他们也吃地瓜球早期来到这边的大部分是广东人啊、福建人、客家人，然后这里面非常多这样子的人种，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客家菜应该是非常的屌吧，应该是会比台湾更屌。我们去吃吃看。这时候我的肤色呢，又引来一个大叔的呼唤声。在这里的大叔们啊，都是在排华年代长大的，经过了数十年的禁用华语啊，虽然长着华人的脸孔，但实际上连幼稚园的中文水平大多都是没有的。爸爸，丢酒，我去 ，OK，Thank you，晚安 ，Good night，我们可以走进去看看。他们还保有广东人的习俗这里面是超烫的热水，他们在这里洗筷子，闻起来很香它是这种炸过的，像鲤鱼之类的，它那个鱼肉的表皮啊，炸得非常的酥，所以它那个汤汁啊，吸得非常的饱满，它才是正版的酸菜鱼。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这边往前面的路呢，它其实就是已经淹水淹上来了，就是一旦涨潮呢，这边就会水慢慢的满起来，慢慢满起来之后就不能再过去了。然后你看这边也是，就是水慢慢的满起来，所以只要一旦下雨的话，这边的水会立即淹上来。他们说这边大概只要下1-2个小时，水就会淹到上面的房屋了。我本来是要站在水里面拍的，可是我来的时候是干季，完全没有可以站在水里的画面可以用。眼见雅加达是无力回天了。
于是印尼政府在2024年迁都到1700公里以外的努山塔拉，将在热带雨林中建立一座不会沉没的新城。但雅加达仍是印尼最繁荣的经济中心，而且还持续在扩张。你们觉得这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，最后会走向何处呢？我很期待你们的留言哦。